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dy，现在在一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当项目经理。我想要把抽象的互联网和项目管理知识简单具体化，会在每个礼拜分享有价值、生活化的行业知识，帮助 IT 小白进入互联网行业。大家好，我是 Judy，今天呢会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画流程图方法。自从上个星期发布了流程图之后呢，很多朋友就说还是太难了，我学不会。所以呢，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会用更简单的方法教大家画流程图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会先画流程图的步骤，再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教大家画流程图。我总结了画流程图有5个步骤。第一步，记录事件的重点；第2，分析事件的判断；第3，添加判断符号；第4，添加流程线；第5，添加开始和结束的符号。光这样听好像还是不太听得懂要做什么，没关系，我们马上用实际的案例做操作练习。画流程图是很难，但是撸猫就不难了吧？接下来的视频呢，是我一个很喜欢的 YouTuber， 他教他的小猫做动作的一个教学。小猫的主人呢，为我们讲解了教育小猫的步骤，我们就可以一边看可爱的小猫咪，一边学习流程图啦。那我们先看看影片。猫咪呢，其实是很喜欢用前脚去探索外界事物的，所以呢，我把食物给它展示，但是不给它吃，坐在手里勾引它，让它觉得很心急。它一着急的话，前脚就有可能稍微抬起来一点点，甚至是去扒拉你的手。大家要发挥强大的观察能力，在猫咪抬脚的一瞬间就要马上说好或者是 yes， 去标记它做对的动作，然后马上给零食奖励。Yes， Yes， Yes。猫咪的每一次抬脚，你都要在正确的时间里捕捉到，不然是不会有效果的。Yes。这样重复几次呢，猫咪就会大概知道，哦，原来我伸手就会有奖励。就这样呢，我就把博主的教的一些重点呢都整理出来了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完成了第一步，记录事件的重点。是不是第一步很简单就完成了呢？那现在呢，我会把刚刚的重点找到一个软件记录下来，我会直接用 Draw.io 去做编辑。你们也可以用自己一些熟悉的软件去做编辑，比如说 PPT 啊，甚至可以手写也没关系。那接下来讲到的内容呢，也会涉及到一些流程图形状符号的一些概念。如果想要学习有关于这部分的资料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上一期的视频。首先呢，拿着食物去吸引小猫。当小猫心急的时候呢，它的前脚就会抬起或者去扒拉主人的手。其实就是说，我们要判断的是小猫它是否心急去扒拉主人的手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图形改成一个判断符号，小猫是否心急，用前脚去扒拉主人的手。这个事件里面第一个判断之后呢，主人就要马上说好或者是 yes， 而且还要马上给奖励。最下面呢，重复几次，猫咪大概就会知道伸手就有奖励。其实这里就是这个事件第2个判断，因为我们要判断小猫它是否知道了伸手就会有奖励，所以呢，我又把这个位置把它改成判断。猫咪是否知道伸手就会有奖励？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已经把以上2个判断都找出来了。来到这一步呢，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第2和第3步，那我们就来到第4步，添加流程线，已经把这2步变成了判断了嘛？那所以我们就把判断拉进来，然后稍微把位置调整一下。那下一步就是添加流程符号，其实就是把图形两连接起来。好，那如果我们遇到判断的时候就要小心了。小猫它心急了，去扒拉主人的手，这个时候呢，主人就要马上说好嘛。这里的判断，如果是的话，我们主人呢就要马上说好或者是 yes， 然后还要马上给零食做奖励。如果不是的话呢，就要重复以上动作，继续去吸引小猫。那走到最后一个判断呢，小猫是否知道伸手就有奖励？如果是的话呢，就来到了结束了，因为小猫已经学会了它有奖励了嘛。
所以这里呢，我们就帮它加一个结束的符号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刚刚其实我的笔记里也有写，就要重复再做这样的动作好几次，直到小猫知道了才能结束嘛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就加一条否的流程呢，返回去拿着食物吸引小猫。也就是说呢，如果小猫它还不知道伸手有奖励的话，我们要返回到拿着食物吸引小猫，重新来过这样的一个步骤。剩下最后一个步骤，添加开始和结束的符号。那刚刚我们这里呢也加了一个结束的符号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添加开始的符号，那整个流程图就完成了。恭喜大家走到这一步呢，你已经学会了流程图是怎么样画的了。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在我下面的链接会看到流程图不同符号形状的一个概念，也会有我使用免费软件 Draw.io 画图的一个教学。想要知道更多行业知识的话，记得订阅我。